好，我们今天来玩一款 P 社即将发行的大战略游戏《Millennia》，可以翻译成千年，也可以翻译成万古风云。目前这款游戏的正式译名应该还没有确定，不过在我看来，这款游戏更应该叫做钢铁风云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直接开启游戏啊，加载一个我们最近的存档。这个存档是我已经运营了快300个回合保存的。从屏幕的左上角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进入了火箭学时代啊。用群星的说法来说，我们已经到了土著的早期太空时代了。火箭学时代的特色我还是非常喜欢的，主要就是这个重型机械啊，它给我们解锁了主战坦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大规模的爆坦克了。可以看到我们家里面已经有成堆的装甲师了。今天我们的视频就是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在这个火箭学时代，我们的装甲师是如何平推的。在游戏正式开始前，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方方面面吧。首先，我们从屏幕的左边依次往下看，可以看到有一堆的点数啊，每个点数都可以给我们获得不同的收益，是不是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所有点数中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上面这个知识点了，也可以理解为是科研点，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研究这些科技的速度。每种科技都有一个总研究消耗，当我们的知识点越高的时候，我们研究的就越快。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文化点，文化点数每次涨满的时候，能让我们使用一次文化决议，相当于是一个小技能了。文化能力能给我们加的东西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文化点数也相当重要。再往下就是我们的政府经验值，我把它称为政治点，我们可以用这些政治点来强化一下我们的政府。不知道大伙看到这个肖像是不是很熟悉啊？为什么我把这款游戏称之为钢铁风云，也是这么一个原因。我们花费这些政治点来获得一些额外的加成，还是非常香的。好，再往下就是我们的探索经验值，每种经验值它们的作用都是差不多的，可以用来强化我们每个时代所选择的一个国家精神。同时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些点数来执行一些特殊的能力。再往下就是我们的战士经验值，我把它称之为军事点。军事点可以给我们招部队给我们部队恢复士气值，或者让我们的部队直接强行军再打一轮。个人觉得在作战方面，军事点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数值我是一直攒着的。再往下就是我们的工程经验值，同样也是可以用一些能力来给我们建设一下城镇。因为我这局选择了这个共产主义，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直接使用这个5年计划的能力，直接把我们的城镇等级提升至最高，还是非常离谱的。再往下就是我们的外交点了，外交点的作用主要就是用来给我们做生意或者结盟的。这个游戏的外交系统做的还是挺可以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屏幕右上角的小旗子里面打开我们的外交界面。地图上原本有8个国家，我们玩到现在已经消灭了3个，剩下来的几个国家我们都是有一些外交关系的。比如这个西班牙，虽然我和他关系不是特别好，但是我通过使用部署使者以及开设大使馆的方式和他签了这个科研协定这样的话他会提供 37.97 的知识给我。这个科研协定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在玩群星的时候也是经常找那些科研比较高的 AI 来吸科研的。如果和 AI 关系不太好，我们可以通过赠送礼物改善关系的方式来增加关系。如果关系足够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要求来让 AI 给我们发钱，或者改变它本身的宗教，结束战争之类的。好，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个点数，艺术点。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选择和艺术有关的国家精神，所以我们艺术点是基本上用来降低动荡的。一般我们发展比较高的地区，它都会自己产生这个动荡值。每当我们动荡值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城市会爆叛乱，所以我经常用这个降低动荡的方式来压我们的叛乱。其余几个和宗教有关的，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宗教时代了，我这边就不多赘述了。这款游戏是有宗教胜利的，如果我们能在宗教时代把我们的宗教传到世界一大半的人口，那我们可以直接获得胜利。点数都讲完了，下面就是我们的社会结构了。这个主要就是通过消耗我们多余的点数来给我们加一些小 buff。
每当我们的点数涨满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最后这一个能力来给我们加一点社会结构。不过总的来说，这个社会结构给的 buff 还是太少了，所以我一般不会点。因为我在火箭学时代选择了共产派系，所以在这个派系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是排第1名的。然后其他的 AI 有选择原教旨主义的，它这个分数非常的低排在了我们下面。派系这东西我也说不太清楚，主要就是通过给我们叠这个数值来获得一些加成，比如我们超过2500之后可以解锁一个新的建筑。好，基础的点数都已经讲完了，我们接着再来讲一下这款游戏我们该如何成为种地狂魔。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自己的首都，这个名称是我自己改着玩的，大家不用特别在意。在我们的屏幕上方，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座城市的一些简要数值。从左边开始，第一个是动荡值，这个关乎于我们城市稳不稳定，肯定是要把它尽量压在0的。然后是我们的人口数量，这个人口数量可以理解成我们这个城市有多少可以分配的工人有多少人可以干活，所以人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能一直保持人口高速增长，我们肯定是想办法让大伙都能吃好住好还要满足一些什么卫生奢侈品教育电力以及最后这个意识形态。当需求全部满足200%的时候，我们能最快速度增长人口。再右边一点就是我们的建造难了，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主城之内正在建造什么东西。这款游戏每个城市的主要收益是由我们这个主城以及城外的一些改良设施组成的。从目前这个界面可以看到我们城市现在的收益主要有哪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收益是我们在这个城市下面的改良设施中获得的。每当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范围之内修一个改良设施，我们就可以在城市的界面里面多一个对应的岗位。这边我们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方便大家理解。目前我们这座城市教育资源已经非常多了，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需要的2倍需求。我们可以让这个在学区里面干活的工人出来不让他生产这个教育了，让他到我们的智囊团里面来生产我们需要的专家值。这样的话我们就多了4点专家。不过由于这个 AI 会经常自动帮我们分配工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锁定的方式让这些工人一直待在岗位上面，不要乱跑。这个操作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因为我们这个工人几乎是万能的。如果是群星的话，我们想让一个专家去干这个普通人干的活，他可能还要降级一会儿才能干得下去，而我们工人是什么都可以干。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下这款游戏的精髓部分，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从屏幕的右边可以看到我们这座城市所生产的一些货物。目前我们有一种货物生产不出来，就是计算机。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计算机实验室，每一个工人可以把一个计算机给它转换成这个计算机模拟，也就是6点知识加1点探索值。而目前我们并没有这个计算机货物，所以没办法转换。我们这2个人是在这边摸鱼的。为了不让这些工人在这边摸鱼，我们就得想办法给他整出这个计算机。如何生产计算机，我们得挖掘一下它的生产链。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点这个城市旁边的一个建造助手，查看一下我们这个知识因为我们计算机是帮我们生产知识的，所以能在这个里面找到我们的计算机。从这个帮手里面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建造一个计算机工厂才能生产出计算机。既然已经知道需要建造什么了，我们可以通过右下角我们积累的这些改良点数以及专家点数来造我们的计算机工厂了。计算机工厂需要我们消耗76个专家点数，点完之后我们找一块地放在我们这个城市范围之内。由于我已经把这些建筑都已经铺满了，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拆掉一个建筑。从之前我们的分配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学区已经多余了，所以我可以拆掉一个学区。这边找到我们多余的这个学区，然后给它摧毁掉，然后铺上我们的计算机工厂。
再点开我们的城市界面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新造的这个计算机工厂了。但是它要求我们有稀土才能变这个计算机。我在我们的城市范围内找了一圈，总算发现有一块地上是生产这个稀土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去挖，所以我再给它造一个矿井，造在这个位置，然后就有人去帮我们去挖稀土了。关于稀土资源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进行采集，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城市界面的这个进口我们直接找其他地区进口一点稀土回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个稀土就给它转换成了一个计算机，但是因为我们有2个计算机实验室，所以我们需要再来一个计算机工厂。由于我们的专家点数已经不够了，所以就只能等下一回合再造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很简单的完成了我们一个产业链。当然，这些高级的建筑是需要供电的。这个游戏有一个很特殊的资源叫做以太我们可以通过以太收集器来采集它，来给我们发电。关于这些产业链的细节，我们都可以在建造助手里面找到。我们缺什么就造对应的建筑即可。当我们能保证满足所有需求之后，我们再想办法去造建筑拉我们的知识点。虽然在此之前我并没有玩过类似的回合制游戏，但是我觉得这款游戏对于我这个群星老玩家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好，总算把这个游戏的体系讲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最激动人心的钢铁雄心环节本期视频制作非常不容易，希望看到这边大家能多多投币支持一下。在游戏的一开始，我们是出生在地图的右边这个大陆上，但是我们现在的远征军已经打到了地图左边。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的部队已经占领了华盛顿，但是被敌军4个格子的部队给包围了。在这种情况下，大伙觉得我们能用1个装甲师逆转它吗？我们现在部队的组成是由1个8级领袖加上3个主战坦克，1个冲锋枪兵，1个国民卫队，还有1个突击步枪兵，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我们可以先挑周围血量比较残的部队直接进行进攻，把鼠标放在下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战斗预测它这边写着我们造成重度损伤，然后承受的是无损伤，那直接开杀。这边会播放一个我们战斗的动画，目前还是非常简陋的，可以看到我们每个部队的攻击顺序以及他们打出来的伤害。我们这个主战坦克的输出还是非常可观的，敌军是根本挡不住的。由于这个动画实在太长了，我们还是快进一下吧，直接按这个 ESC 结束战斗。我们成功的把左边这支部队给它吃掉了。为了一轮可以多进攻几次，我们可以给这个部队再安排一个强行军，这样的话它又可以再移动1回合了。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再打一家，或者就直接赖在这个城市里面蹲城市。因为周围有许多是西班牙的部队，我并没有向他宣战，所以还打不了，我只能打这个巴西的部队。由于这边是我们远渡重洋过去的远征军，是很难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所以只能看到1到2支部队在左边这个大陆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我们原来这个大陆上下面的这个瑞典宣战。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在家里面攒了许多这个主战坦克了，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部队全部调到前线去争取一波把这个瑞典给它全部拿下。好，我们又运营了一会儿，这下前线已经堆满了我们的装甲师我们可以正式对下面这一家瑞典宣战了。宣战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对这个瑞典大举进攻了。可以看到瑞典的部队全部集中在匹兹堡附近，我们这边部队实力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东线这边就先防守了。然后南线这边瑞典的部队很少我们直接用这个装甲师扫除一切障碍。在装甲师行动之前，我们先用飞机轰炸一轮把他这边的部队全部给他炸残。我们这个轰炸机是可以白嫖的，虽然也炸不了多少伤害。
这边主力部队直接先冲下他的哥德堡，他这个位置是没有守军的，我们可以直接撞下来。可以看到他这个城市连城墙都没有啊。拿下城市之后，我们后续部队也是再去抢一下这个马尔默。这个城市有城墙的，没那么容易打下来，还得再打一轮。然后这支部队我们给它升级一个将领出来，直接进攻这支瑞典部队。我们现在部队实力是远高于对方的。看一下他现在所处的时代，他还是火箭学时代，我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了，已经领先他一个时代。然后我们其他的城市里面也是有一些飞机驻扎的，也可以继续对着它炸。东线的几个部队先不动，这边可以夹击一下。他这个部队已经溃败了，所以直接被我们踩掉了。然后最左边的部队也是同样对他城市发动进攻，我们直接拿大城市，不拿这些小城市了。他这个家里面好像没有守军啊，那我们直接去拿他的首都好了。这边直接冲锋了。我刚才把这个附庸城市转成了我们的主要城市之后，它的这个动荡我是完全压不住啊。那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再给它转化为附庸领土了。这样的话，它再怎么动荡都和我们没关系了。这游戏比较可惜的是，我们过回合的时候看不清 AI 的操作啊。它这个是瞬间走完回合的，我们只能靠这个战斗结果来猜了。可以看到 AI 有一支部队直接来偷我们家了，直接飞机先给它炸残了再说。然后这一支装甲师直接回防，把它给收拾掉。我们被打坏的建筑可以直接修好，然后其余装甲师继续向前进向对面的腹地推进。这边我们的先头部队可以直接进攻瑞典老家了。他这个主城居然也没有城墙直接跳过。可以看到他这个城市里面民兵已经基本上打完了，我们再来一回合可以直接拿下。那我们直接强行军强行军再打一轮。对面已经没人了，只剩一个防御塔直接拿下这片地区，然后其余的主力是收拾一下他后面的部队。东线这边他有一支部队顶了进来，我们用这个直升机大队再给他打回去这边先给这个直升机大队安排一个将领，有将领的话我们进攻是有加成的。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直升机伤害是多少50%的战术加成。对面部队比较老旧，我们输出还是挺可以的，就是这个人全部在直升机上面开枪有点抽象感觉我们正面优势很大，那我们直接推出去了呀，这边直接进攻好了。这边再接着拿下这个马尔默，然后其余部队继续向前进。如果觉得部队没什么血了，可以把这些没血的给它单独挑出来，然后让新的部队给它合上来。
好，打到这边我们就已经用闪电战光速拿下了瑞典，它现在只剩下一个附庸加上一个岛上的小城市了。我们部队过去登陆一下也很简单，只能说这个后期的装甲师还是很离谱的。而且我们选择共产的话，这边有一个重型设备，能减50%的坦克花费啊。这个游戏打仗主要还是看一个科技差，我们这个装甲师打他启蒙时代的部队还是很容易的。由于篇幅有限，这个游戏后面还有几个时代我们就先不看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买来玩一玩啊。